这两个人从地里挖出一个小盒子，打开盒子一看，竟然是9枚闪闪发光的珠子。这时其中一个人立刻起了贪念，一棍子打死了同伴，然后独吞了珠子。其实这些珠子是9星天珠，相传远古时期有9个部落，每个部落各有异能，然而部落之间互相杀戮。女娲娘娘怜悯众生，将9种异能封印在补天所剩的晶石之中，铸成了9星天珠。如今天珠重现人间，一时间引起各方势力的争夺，死伤无数。不过好在天珠最终落入了大唐高僧玄奘的手里，人间暂时恢复了平静。然而不久之后，悲剧还是发生了。是元姬。玄奘的2大高徒天桥和天书为了争夺天珠自相残杀，最终他们2人每人得到1枚天珠，其余7枚突然爆发出巨大的能量，腾空而起，散落各地。天桥窥探到珠子的机密，为朝廷立下大功，从而被封为大唐国师，而天书则另有打算。这是一对运输货物的商人，他们经过一片树林，发现了一个昏迷的少年，需要水把他弄醒。他们一桶水将少年浇醒，少年似乎失忆了，所以稀里糊涂的成了他们的奴隶，受尽了他们的百般虐待。几经周折后，少年终于摆脱了他们，却沦落街头，成为乞丐。几天没吃饭的他实在太饿了。这时旁边一个漂亮小姐发现了他，善良的小姐来到乞丐面前：“你是不是饿了？”对。乞丐刚想接过馒头，却被人一下打落在地。哼，这个小乞丐已经10天没有吃饭了。这时一个漂亮小姐来到他的身边，把刚买的热馒头递给他。小乞丐抬头望了望叶小姐，刚想接过馒头，却被一棍子打没在地。偷懒了，滚过去干活。叶小姐看不惯小乞丐被欺负，便打算替小乞丐出头。谁知这时路边杂耍的人一团火焰惊了马，只见叶小姐腾空而起，飞上马背，而马根本不受控制地向前狂奔。小乞丐见状，一下子挣脱束缚追了上去，眼看就要酿成大祸，小乞丐突然挡在前面。叶小姐立刻被甩了出去。这时一位官差飞起来，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。小乞丐见叶小姐平安落地，转身离开。不幸的是，他又被人贩子抓住。叶小姐平安回府，他的下人石头立刻跪在他面前求救。原来石头的女朋友小玉被人陷害，判了死刑。叶小姐一向体恤下人，所以决定救出小玉。夜里，叶小姐来到一间暗室，找一个神秘人要了个蜘蛛模样的法器。你一放出去，不管是东西还是人，都给你拽过来。叶小姐来到牢房的窗外，先是用一瓶神秘液体融化了窗户，接着又把蜘蛛法器放在小玉身上，小玉缓缓升起。旁边的犯人立刻惊呆了，妖怪，这有火呀！然而他们的喊声却惊动了官差。叶小姐带着小玉一路逃跑，来到河边，这些言字答着，找个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争块地吧。小玉和石头刚想离开，不料官兵突然出现了，一把匕首慢慢靠近孕妇的肚子。原来他是想割开肚皮，看到怀的到底是男是女。台下的买家们兴奋极了，这个热闹的地方就是鬼市。叶小姐为了替丫鬟洗脱罪名，和赵捕头一起调查尸体时，发现了一个小蛇物件，看起来不像大唐女子之物。为了查出小蛇物件的来源，两人来到无奇不有的鬼市，正好遇到这儿正在拍卖奴隶。工作人员拿着一根长铁钩，从笼子里直接拽出一个奴隶。这个家伙可不一般，3个人才能搬的东西，1个人就洗。奴隶拼命的反抗，老板过去就打。这时台下的叶小姐一眼认出了这个奴隶就是前几日救她的小乞丐。叶小姐一把夺过棍子，我买了。哇，管得住吧你！叶小姐转过身，给小奴隶的伤口上药，谁知小奴隶一下子挣脱他们逃跑了。接着叶小姐又来到案发现场，不料在这里又遇到了他。小奴隶简直是飞檐走壁，叶小姐一路追到一家香料店门口，小奴隶却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正巧香料店门口的蛇形图案与死者调查的蛇形物件很是相似，于是他俩来到店内向老板询问。老奸巨猾的老板很快察觉他们的身份，于是带着手下将他们团团围住，在我这惹事儿，打折你们的腿。就在这时，小奴隶从天而降，一下子背起叶小姐10米助跑之后，噌的一下飞起来。小姐又吃惊又享受的趴在小奴隶的身上睡起。第二天一早，叶小姐来到马棚看望小奴隶，她让下人拿来羊排，我就在这看你吃，我不过去，你吃吧。叶小姐再三劝慰，小奴隶终于放下戒备，拿起一块羊排大口吃起来。这是一个尝尽人间百态的小奴隶，他每天卖力的干活，却还是遭到主人的毒打。这天他终于苦尽甘来，被善良的叶小姐买回了家。小奴隶饿狼一般的啃着羊肉，后我就是你主子，你就是我奴才。哼！小奴隶扔下羊肉，噌一下飞到了房顶。叶小姐软硬兼施，终于说服他留下来，随后还吩咐嬷嬷给他洗了澡。当小奴隶换上新衣服的那一刻，叶小姐和丫鬟当场惊呆了。你觉得是他帅，还是你家石头帅啊？就这样，小奴隶在叶府住了下来。
厨房每天都会给她做一盘鸡腿，但她总是害怕的躲在一旁吃。叶小姐经常来厨房看她，但她却始终一句话不说。这时叶小姐说她要出去查案了，边说就从袖子里拿出一个小蛇的物件。小奴隶看到后拽住小姐的衣服，你认上赵俊。随后小奴隶背着叶小姐飞上了一艘大船，找到了一个暗岛。进去之后才知道这是走私毒品的据点，在这里他们碰到了捕头赵兰芝。突然所有的门全部关闭，他们这才恍然大悟，吃到的太多，就是这个吓的，死在这儿得了。老鸨收拾完金银珠宝准备逃走，走之前必然要毁了一切。不一会大船就开始进水，开始下沉。不得憋死了，把舱砸开。他们用尽力气试图打破船舱，坚固的船舱却丝毫未损。紧要关头，只见小奴隶攥紧拳头，手臂顿时出现红色鳞片，小奴隶大喊声，一下子杀开了船舱。叶小姐和赵兰芝吃惊地瞪大了眼睛。就这样小奴隶将叶小姐救上了岸，而叶兰芝却下落不明。叶小姐一着急就要下海寻找，这时小奴隶突然开口说话了。一只巨大的蝎子趴在马的屁股上，马儿痛苦得无法进食，连老马奴都束手无策。这时小奴隶对着马说了几句马语，就立刻发现了原因，被咬了，对我玩下。从那以后，小奴隶就成了叶小姐的贴身马奴，她照顾马儿很是上心。叶小姐越看越喜欢，由于她不爱说话，像个木头，但笑起来又很好看，于是就给她取了个名字，就叫穆勒吧。穆勒啊！第二天，叶小姐带着穆勒去参加郡主的婚礼，婚礼现场红烛满堂，明慧郡主一身嫁衣，一扇遮面，美丽极了。正当所有人都为他们庆贺的时候，新郎却把郡主看成了另外一个女人。楚月，你看清楚，我是明慧。这时爱慕郡主的随从突然出现要杀了新郎，幸亏一个捕头及时阻止了他。郡主本想上前劝说，却被他一下打晕。他抱起郡主轻轻放在地上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其实新郎对郡主并非真爱，随从为郡主不平，所以下定决心要杀了新郎，结果被捕头一刀毙命，谁也逃不掉。红烛冒出缕缕白烟，白烟汇聚后竟然出现了一个女子，向我走。狼看到后赶忙追上去，而女子却突然消失，化成一个个骷髅飘在上方，紧接着这些骷髅开始袭击人群。原来这就是随从嘴里所说的谁也逃不掉。很快在场的人全部晕倒。这时穆勒端了一盆水进来浇灭了红烛，随着红烛的熄灭，白色骷髅也跟着消失。不一会所有人都醒了过来。捕头拿起一个红烛，掰开一看，里边果然填充了能够让人产生幻觉的毒品。幻象地狱，杀人无许。一切尘埃落定。临走时，捕头向叶小姐打听穆勒的来历。叶小姐说穆勒肯定受过很多苦，想必是穷人家的孩子，而捕头却说我觉得他可能大有来头。一个男人正在偷看丫鬟们洗澡，丫鬟很快察觉，随后他们集体出动追着穆勒打。臭油刚好。这时叶小姐正巧赶来，穆勒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，赶紧躲在她的身后。叶小姐本想问清楚怎么回事，不料她的管家后娘又说穆勒偷了家里的钱财。面对众人和后娘的指责，叶小姐为了平息众怒，只好狠心打了穆勒。罚也罚了，打也打了，希望母亲咱饶过他这次。然而后娘还是铁了心的要把穆勒赶走，看着伤痕累累的胳膊，再想想他拼了命也要守候的主子竟然也不相信自己，他失望极了。就这样穆勒被赶出了家门。不一会下起了大雨，可怜的穆勒再一次无家可归。睡梦中他梦到了一个长相和叶小姐一样的女子，此时却被一群小孩吵醒，一辆木车飞奔而来，穆勒一跃而起将车踢翻，走路少不了也就把我车都冻倒了。这时幸亏一个叫尼古的人过来替穆勒解了围，还把他带到了饭馆。我这个人呐，是最爱交朋友，以后就跟着我混吧，跟着我混，有肉吃。就这样穆勒成了尼古的小跟班。第二天他不但怂恿穆勒和他一起抢钱，还带着他去青楼消遣。穆勒直接被热情的姑娘们吓得狼狈逃，而这一幕恰巧被叶小姐的朋友赵兰芝看到。赵兰芝将此事告诉了叶小姐，而叶小姐也已查清穆勒是被人陷害，于是她满大街的寻找穆勒，在几次擦肩而过以后终于找到了他。你就跟我回去吗？你打了我，跟你保证再不会这样也行吗？可惜的是穆勒还是拒绝了叶小姐，来到了尼古的身边。天后正在欣赏着一幅漂亮的画，忽然一阵风吹灭了灯，美人图瞬间变成了一幅血淋淋的难民图。这画的是什么？寻到了本宫的画。天后立刻召见大理寺赵捕头，他观察以后说这画是用了一种特殊原料，画中难民正是南阳县的真实情况。这时天后好像明白了什么，本宫知道了，本宫想去的地方。把车停在了一片芭蕉林中，天后独自一人走进去，一名独眼男子早已在此等候，他就是天后的初恋情人薛寒。10年前他与天后在这片芭蕉林中偶遇，男子画的蝴蝶栩栩如生，天后被他深深吸引，两人互生情愫。但后来天后被召进宫，临别时薛寒送了那幅蕉下美人图给天后，没想到10年后昔日的少女成了天下之主，而薛寒却落得如此狼狈。一个视画如命的人，
如今只剩下一只眼睛了。原来天后下旨新修水利，村民们不愿搬迁，官兵就实行强制政策。薛寒的眼睛就是为了保护村民而被刺瞎的。如今他用画引天后出宫，就是为了复仇。只见他割破手指，将血滴入壶中，连血打泡了是酒。我阿是从此善待剑下的百姓，从此恩怨就一笔勾销。天后迟迟不肯接下酒壶，薛寒看出天后的疑虑，于是自己先喝了一口。天后接过酒壶，刚要喝就被打落在地。这果然是一壶毒酒。薛寒一声令下，埋伏在一旁的难民立刻出动，现场顿时乱作一团。忽然薛寒拿出匕首刺杀天后，幸亏被人及时拦住，接着他毒发倒地，难民们也被全部打败。天后最后看了一眼酒壶，转身离去。躲在暗处的一个女人见众人离开，赶紧来到薛寒身边：“你让我办的事情我已经办妥，你是否应该把它交给我？如何你也能招老他，我就把天柱送出来。”说完，薛寒就领了盒饭。女人翻遍了他的全身，也没找到天珠。这时他想到了薛寒的眼睛，果然他从中找到了上古神物九星天珠。一只狼狗冲上来咬伤了小女孩的脸，一个神秘的女人路过，她拿出一粒药丸送给女孩。小女孩吃下后，她的脸瞬间恢复如初，一点伤疤也没留下。这绿眼睛的小女孩就是水月郡主。从那以后，水月便喜欢上研究些奇门异术。长大后，她还偷偷建了个地下实验室。抚养她的叔父知道后非常生气，让一袋红棒，长剩白肉。叔父不但毁了他的实验室，还当场决定把他远嫁。水月表面假装认错，心里却恨透了叔父。这天夜里，他来到水室，看到一个饱受折磨的女奴，水月便买下了她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待你的，像对待亲妹妹一样。水月将女奴带回家，不但山珍海味的招待她，还给她穿和自己一样的衣服。女奴很是感激，说一定会好好伺候水月。我不缺丫鬟，缺一个妹妹，我要把你喂得再胖一点，我们就可以玩一个有趣的游戏了。不久之后，水月将女奴带到实验室，然后递给女奴一杯神秘的花茶。女奴喝下后就晕倒了。当她醒来时，却觉得头皮发痒。她走到镜子面前一照，自己竟然变成了水月的模样，而小姐变成了女奴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把我们的皮给换了？但是这个换皮之术有个缺陷，那就是必须长期吃一种药丸才能维持，否则就会轻则皮肤苍白无血色，重则五官移位，如同妖物。不久之后，在叔父一家的陪同下，女奴代替水月上了远嫁的婚船后，水月就放火烧了婚船，看着叔父一家全部葬身火海，水月得意极了。你们走，我就快了，想做什么样就做什么。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女奴竟然死里逃生，还爬上了他的小船。郡主捧着小奴隶穆勒的脸凑过去想要亲他，却被穆勒一把推开。就是这么一推，水月郡主的脸竟然变得扭曲，水月狼狈地哭着跑了出去。奇怪，火刀的瞪脸怎么后观一位？莫非他是妖怪？故事还要从1年前说起。那时重伤的穆勒被关进奴隶牢房，只剩最后一口气。善良的小可不但将他救活，还把自己唯一的窝头给穆勒。后来小可被水月郡主买回去，阴差阳错地和郡主换了皮，并且以郡主的身份过起了锦衣玉食的生活。而穆勒则被叶小姐买下做了马奴。这天小可正在逛街，一辆车朝他撞过来。好巧不巧的是，穆勒正好路过，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。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我不认识你。没关系，相见就是缘。此时的小可已经换了郡主的皮，对穆勒而言，他就是个陌生人。小可跟踪穆勒来到河边，一把偷了他的名牌，还说自己的耳环被穆勒撞坏，缠着穆勒赔他耳环。后日，此时此地，我陪你倾倒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回去以后，穆勒找主人叶小姐借了银两，买了一副黄金耳环，来到河边等小可。小可却故意站在远处不肯现身。次日，小可以郡主的身份来到叶府找叶小姐，他又是帮叶小姐画花店，又是烫睫毛。没多久，两人就成了好朋友。小可看时机成熟，就开始提要求，只要是我有的，全部都是姐姐的。姐姐看上的不是一样东西，而是一个人。叶小姐恍然大悟，终于明白他的目的。小可见叶小姐不爽，连忙说她与穆勒早已私定终身。叶小姐找到穆勒当面对质，你跟水月小姐是不是早已相识？你给我借钱试试给她买耳环。是。叶小姐只好忍痛割爱，成全他们。穆勒跟着小可回到王府，小可迫不及待地想一清方泽，却被穆勒一把推得面部扭曲。他跑回房间准备吃维持焕容貌的药丸，却发现他的药丸不翼而飞。注意看，这个墓碑上写了无名氏3的大字。男人的手指轻轻碰了一下墓碑，墓碑立刻缩回地面。接着坟墓出现了一个入口。1个时辰前，穆勒等3人来到墓地寻找女鬼。好了，谁啊？我出来！一个无脸黑鬼走了出来。这就是真正的水月郡主。突然，小可掉进了陷阱，叶小姐被吊了起来，穆勒也被迷晕。水月把他们3个带到坟墓下面的暗室。小可啊，小可，终于把我的皮还给我了。
说完，这当场扒下了小可的皮囊，穿在了自己的身上。水月刚刚向明慧炫耀完自己的换皮之术，就要杀了他们，幸亏被明慧阻止。之前水月不但杀了很多人，还挟持了铃铛姑娘，所以明慧郡主的计划是让他们3个准罪。他们走后，重伤的铃铛姑娘迷迷糊糊地醒了过来，她看到没了皮的小可，立刻认为她就是水月。就在这时，衙门的人中隐发现了坟墓的机关，来到了暗室。就这样，铃铛姑娘得救，小可他们被带到了衙门。水月不仅当场指认小可是杀人凶手，还买通市民散布谣言，杀人取皮的凶手是个没有皮的怪物啊！还有2个帮手，就是户部尚书叶大人的女儿叶远和他的家奴。就这样，小可被判了死刑，叶小姐和穆勒成了帮凶。就在他们走投无路时，叶小姐的管家给他们送来了鸡腿，最后还悄悄给了他们一个法器。夜里，叶小姐用法器割断了锁链，穆勒一个扫堂腿放倒了所有的看守小兵。他们逃出来后并没有离开，而是来到了小可的牢房外。只见他们把法器放在地上，启动开关后，不一会地面就被钻出一个洞，正好通向小可的牢房。小可被顺利救出，叶小姐带他们找到了一位喜欢玩蛇的神秘老头，而这位老头就是法器的发明者陈天书。这是一颗神秘的珠子，传说得天珠者得天下，明慧郡主一心想要得到它，把天珠给我。倘若真正想得到这枚珠子，只能赠予，不能抢夺。2天前，水月郡主刚刚恢复了郡主的身份，老王爷就去世了。由于老王爷没留下太多的家产，身为女儿身的水月也不能世袭爵位，所以偌大的王府就剩下一个空壳。下人也因为发不起工资，全部离开。于是水月便想让明慧郡主帮他找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代替他。康国求计，天后决定把齐安郡主嫁过去。齐安郡主的皮囊还不能够满足你吗？事成之后，我一定心甘情愿地把这枚珠子完好奉上。齐安公主出嫁的日子很快到了，在明慧的推荐下，水月成了陪同公主出嫁的女官。公主拜别天后，前往康国。途中公主觉得无聊，便让水月来到轿子里陪她解闷。我们就玩一个换皮的游戏吧，将您的皮和我身上的皮交换。说完，水月点燃了迷香，脱下了自己的皮。就在她就对公主下手时，一队士兵突然出现，接了轿顶，救下了公主。只见公主鸡下面具变成了叶远安。原来叶远安早已猜出水月的计划，于是他请求天后配合他演了这出戏。远处的明慧见水月计划失败，赶紧让自己的人过去帮忙。2帮人马打得难解难分，水月本想趁着混乱逃跑，却被明慧一鞭子拽住。水月大势已去，只好乖乖地拿出天珠。你是心甘情愿把珠子给我了？心甘情愿。明慧刚想接过珠子，水月突然拿出匕首，现在过去取了你的皮，去破过誉王府明慧郡主的瘾。幸亏有人及时出现杀了水月，就这样明慧如愿得到了第5枚9星天珠。另一边，叶远安在打斗中受了伤，情急之下没落的身体突然发生变异。就这样，叶小姐成了最大的功臣。监牢里的小可被无罪释放。由于齐安公主并不想和亲，所以天后特批让女奴穿上水月的皮，封你奴为水月公主，代替齐安公主和亲。只是她需要长期吃药维持容貌。不过故事的结局还算皆大欢喜。一位妇人正在卖人偶娃娃，嬷嬷看到娃娃很精致，就买了一个送给了主人叶小姐。叶小姐很是喜欢，就连睡觉都把娃娃放在枕边。诡异的是，娃娃似乎动一下。第2天，叶小姐就像中了邪一样，开始神志不清，举止异常。父亲请来道士驱邪，道士一眼看出是人偶娃娃作祟，哑人占了真人的身，害得真人丢了魂。口主当场把娃娃烧掉。本以为叶小姐会就此恢复，不成想她的举止更加匪夷所思。夜里，她竟然像一只大虫子一样爬到了房梁之上。平时爱吃鱼肉，现在也改变了口味。我要吃桑叶，桑叶。他大口大口地吃着桑叶，看起来美味极了。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家里来了一位叫陈天书的疯老头，说这个世上只有他能救叶小姐，父亲没有其他办法，只能选择相信他，要用火在你女儿身边摆满火盆，炙烤3天3夜。就这样，叶小姐被烤了3天3夜。就在第3天的时候，叶小姐的耳朵里爬出了一只桑蚕，紧接着第2只、第3只，整整81条桑蚕就是从远安的耳朵里爬出来的。有人故意把那种能控制先知的桑蚕种在你身体里的，到底是什么人要害他？这时他突然想到了前段时间刚刚死去的一个男孩，于是他便带着陈天书和穆勒出门查案。那个卖人偶的妇人算着叶小姐死期就要到了，便来叶府打听消息。因为就是他在人偶娃娃里下了虫蛊，夜里虫蛊爬出来钻进了叶小姐的身体，差不多开始挂白冬。在丧事的时候连一点哭声都没有。正在他疑惑的时候，叶小姐竟然骑着马出来了。他一路跟踪叶小姐来到了墓地，叶小姐等人扒开坟墓，里边躺着是一具男孩的尸体。
扒开坟墓，里边躺着一个男孩的尸体。天书仔细观察后，在男孩的脖子上发现了一个小孔，他用镊子在小孔处取了一点粉末，然后放进一个装有红色液体的小瓶子，红色液体瞬间变成了蓝色。这不是毒药，可惜比毒药还毒，这叫吸食，最易吸引为电。2天前，这个男孩对赵兰芝出言不逊，赵兰芝为了给他点教训，就把他吊在了树上。谁料一阵雷电劈过来，男孩当场毙命。所有人都以为男孩是被雷劈死，如今验尸才知道男孩竟然是被人蓄意谋害。得知真相，他们准备让男孩入土为安。这时一位妇人突然出现，我就是欢哥的娘妻。16年前，她本是宫里的一名秀女，机缘巧合让她和郭将军相识相爱，并且有了肌肤之亲。后来郭将军带兵出征，她被人陷害，赶出了宫外。怀有身孕的秀姑只能隐姓埋名的生活。郭将军以为她已不在人世，所以娶了现任夫人。转眼秀姑的儿子已经长大，没爹的孩子，祖这种，这说鸟你也懂。秀姑不忍看到儿子受欺负，便告诉他有父亲，并且在京城做大官。第2天，儿子就留下一封信，只身来到京城寻找父亲。经过一番周折，终于和郭将军相认。谁料好景不长，没几天就被设计害死。这小子来洛阳不久，活着对谁造成威胁，他死了对谁有利。分析过后，他们立刻恍然大悟，害死男孩的凶手很有可能是郭将军的现任夫人。于是他们一同来到了郭府。这天正是郭大小姐要出嫁的日子。机灵的秀姑趁机混进人群，进了郭府。另一边，陈天书念完符咒，瞬间穿墙而过。叶小姐和穆勒也翻墙而进。表面平静的郭府即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。注意看，一只虫子爬进耳朵，然后进入人的身体，这就是传说中能够操控心智的虫蛊。秀姑打开手掌，飞出一只飞蛾，直接钻进了郭将军的耳朵里。郭将军着急迎接天后，也就没在意。眼下可有什么节目？戏论长安采序班，表演人偶戏。看过2段精彩的表演之后，天后刚要离去，郭将军突然晕倒在地。好在没多会儿他又爬了起来，不过他的行为举止变得很诡异，似乎是死去的欢哥附在了他的身上。欢哥枉死真惨了。叶小姐趁机配合他，说出了欢哥被害死的真相。接着他拿出匕首劫持了自己的女儿。郭夫人害怕他会伤害到女儿，情急之下只好承认，是我害死了欢哥。原来他怕欢哥和秀姑会威胁到自己正式夫人的位置，就害死了欢哥。郭夫人说完就咬舌自尽了。秀姑终于大仇的报，不料被郭夫人的手下一刀刺中，当场毙命。郭将军绝望地抱着秀姑，说郭夫人，如今儿子死了，你也死了，让所有的人都给你陪葬。他的后背突然长出一对巨大的翅膀，面目也变得非人非妖。失去理智的他飞起来，对士兵一阵厮杀。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，只见他扇动着翅膀朝天后飞过去。好在叶小姐和穆勒暂时阻止了他。就在场面就要失控的时候，一位老者对穆勒说，想想飞蛾怕什么？什么呀？飞蛾扑火才笨蛋。穆勒赶紧找来汽油点燃一堆干柴，果然正在行凶的郭将军立刻停手，然后以1小时80迈的速度朝火堆飞过去，不一会儿就烧死在熊熊烈火之中。这就是传说中飞蛾扑火的故事。这个杀马特男人正在教穆勒怎么撩妹，就没喜欢哪个漂亮姑娘，想亲就不敢亲了。说完，他搂过旁边的女人就亲。如此直接的方式，穆勒直接惊呆了。他醉醺醺地回到叶府躺下。叶小姐本想叫醒他，不料被他一把搂在怀里亲了起来。叶小姐推开他一阵拳打脚踢。穆勒抱着头不肯认错，就怨你愿意长得太可爱太漂亮了。叶小姐怕穆勒学坏，第2天就把他带到军营磨练他。穆勒每项训练都比老兵还要优秀，这样老兵心生嫉妒，不但让穆勒给他打洗脚水，还把他绑起来殴打。更过分的是，还诬陷穆勒偷他们银子。好在叶小姐及时赶到，把穆勒的银子放进了水里。给他钱之前呢，我已经在上面抹好了骆驼藏油，所以遇到碱的话会自然变蓝。穆勒一次次化险为夷，老兵更加怀恨在心。这天老兵让穆勒给犯人送吃时，他一眼认出犯人是那天教自己撩妹的杀马特大哥。原来这个男人是专门惩奸除恶的山贼老大。杀马特愤怒的一下打翻了食物，这时一只老鼠过来吃了食物，老鼠当场一命呜呼。这饭里有毒，不知道让你蹭饭的人是想让活死，还是要害死你？为了查清真相，杀马特将计就计，假装中毒。这时老兵走过来，一口咬定是穆勒毒死了犯人，趁穆勒不注意想杀了他，幸亏杀马特及时制止，2个老兵被杀，穆勒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这2个人的性命落向美头上。拖走。穆勒跟随杀马特来到山上，兄弟们对他像亲人一样。很快穆勒成了这里的4当家。这天赵将军带领官兵杀到了山上，打斗中穆勒本不想伤人性命，可是山贼老大身负重伤，穆勒一着急，忽然发生了变异。只见他开始燃烧，身体慢慢长出鳞片，
最后变成了一个怪物。放谢！万箭齐发，朝穆勒射过来。穆勒拼命地奔跑，忽然他的身体开始燃烧，接着身体开始长出红色鳞片，身后出像火翅膀，咽部也变得飞人飞妖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，片刻间就消灭了所有的士兵。战争结束，穆勒恢复了人的形态，他努力地思考，头脑中突然闪现出一些曾经的记忆，自己好像化作了一只飞龙。倒真的是个妖怪。赵大人让叶小姐作为诱饵引穆勒上钩，穆勒看到他心爱的女人，本想跟他乖乖回去，可就在这时，一堆巨石从天而降，现场一片混乱。穆勒为了保护叶小姐，自己被巨石击中奄奄一息。叶小姐抱着他伤心欲绝，经脉尽断，腑脏全碎，饶是神仙也救不过来了。第二天，所有官兵班师回朝，叶小姐依然抱着穆勒呆呆地坐在那里。穆勒终于醒了过来，他拿出亲手做的木笛送给叶小姐，然后留下了他最后的遗言：我死了，这真是孙静，小子，我愿意的，无票，无至于啊！说完就撒手人寰。叶小姐彻底绝望。这时一个假小子走过来，他用树枝在穆勒身上一顿乱抽，然后又掏出一个手绢，里边包的是2枚彩虹糖。他拿出红色彩虹糖给穆勒吃下去，不一会奇迹出现了，穆勒身体散发着红光，不一会儿死而复生。假小子却转身离去。叶小姐开心地想带穆勒回去，而穆勒却拒绝了她。我想去找我的身世，还能见得着吗？不知道啊。说完，穆勒离他而去，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。叶小姐本以为生活就此恢复平静，却不料赵将军带兵连夜来到叶府，抓拿曾经的妖僧陈天书。好在叶小姐早已将陈天书藏了起来，暗室中只留了几只猴子虚张声势。赵大人只好无功而返。原来叶小姐是让陈天书扮做了丫鬟，就连家人都没认出来。为了避免官兵再次搜查，叶小姐只好先送天书离开。出洛阳30里有一个万兴观，那儿的掌门跟我关系不错，喊我名字就好了。就在天书要离开时，赵大人突然出现，3两个回合，叶小姐就被打趴在地。情急之下，他只好拿出杀手锏。我血出血了，好疼啊！起我来了！对住男人，女人的眼泪果然是好东西。赵大人顿时动了恻隐之心，答应叶小姐放了天书。只见陈天书纵身一跃飞了起来，翁传呐！所以就算你跟他打一副一地打得过他。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切都被郡主看到。赵大人向天后复命，只好撒谎说没有找到陈天书，而郡主说是被叶小姐放走。好在他对赵大人爱慕，没有拆穿他，于是叶小姐立刻被抓关进了大牢。都说最毒妇人心，更何况遇到情敌。郡主拿着烧红的烙铁要对叶小姐动刑，幸亏赵大人及时赶到，他扑通跪在地上求郡主不要对叶小姐动刑。他到底哪里好，值得你为他降头？他在别人眼里可能哪里都不好，可他是冤案的。注意看，利剑慢慢刺入男人的身体，他镇定地拔出剑，却毫发未伤。已经很久没有武戏技过我的身了。原来天桥早已练成了不死之身，叶远安在他面前就像蝼蚁一般。另一边，穆勒一把揭下天书的人皮面具，天书却一下子消失不见了。穆勒立刻来到院子寻找，原来天书藏在了墙壁之中，然而百密一疏，他的小胡子却暴露在外边。穆勒揪着小胡子就把他拽了出来。就在天桥要对叶远安动手时，穆勒和天书及时赶到。19阳来一点都没变，还那么怕，算怕你瞧瞧你怎么老成这副德行了。寒暄过后，天桥拿出7枚上古神器9星天珠，如今只差天书身上的2枚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天书竟然乖乖交出了2枚天珠，9枚天珠终于凑齐。我终于找齐9枚天珠了，真的有那么厉害吗？当然，得天珠者得天下。天桥立刻得意忘形，只见他启动天珠，天珠瞬间爆发出巨大的光波，一股无形的力量袭来，现场立刻失去控制。所有人的生死都在天桥的一念之间，就连他的师兄天书和拥有超能力的穆勒也不是他的对手。危急关头，天书向叶远安发出一个暗号。叶远安看到后想起天书曾经说过，天桥的命门在后背肩胛处，于是叶远安趁天桥不注意，拿起剑从后面一下刺穿了他的心脏。天桥果然身受重伤，随之化作一缕黑烟逃出了皇宫。正当他走投无路时，他的徒弟明慧郡主出现了，他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请求郡主救他，却不料郡主长剑一挥，天桥顿时命丧当场。郡主提着天桥的头颅向天后复命，原来他表面是天桥国师的徒弟，实则是天后埋伏在天桥身边的细作。真正想得到天珠的人其实是天后，他打开9星天珠，竟然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吴王万岁万岁！
这两个姑娘爱上了同一个男人赵兰芝，她们同时请求天后赐婚，一位是户部尚书的千金叶远安，一位是王府名讳郡主。天后实在犯了难，所以天后只好说让赵兰芝来跟本宫讲，她若心甘情愿，我必赐婚你们。其实赵兰芝爱的人是叶远安，她听说此事后来到郡主府，让郡主不再纠缠她。谁料郡主不但不听，反而还放下大话，说赵兰芝很快就会心甘情愿地娶她为妻。过了没几天，叶远安竟然开始出现异常，竟然把胡萝卜当成圣旨，味觉也开始麻木，纵使下人给他的饭里加入了辣椒，他也丝毫感觉不到。嬷嬷，你到底加了没有啊？又过了一天，他彻底失明，口齿不清。他费尽力气在纸上写了“明慧”2个字。这时赵兰芝也想起之前郡主的狠话，他断定这必定和他有关。赵兰芝来到王府，郡主供认不讳，说是自己给叶远安下了奇毒，2天之内他会无感消失，最后死于气息麻痹。原来就在前几天，郡主找叶远安比武之时，设计让他喝下了毒酒。如果想要解药，那就必须让赵兰芝娶她。我要你去跟天后请求，为你我2人赐婚。纵使他万般不愿，但是为了救叶远安，他只好答应。请天后做主，将明慧郡主许配于我。人明慧还真是有办了。叶远安吃下解药后，很快恢复如初。他本想来大理寺感谢赵兰芝，却有人告诉他说赵兰芝和郡主正在举行婚礼。叶远安大惊失色，不顾一切地骑上马来到婚礼。新郎官赵大人，新娘子笑靥如花，美得不可方物，新郎的脸却拉得比驴脸还长。对宾客敬酒也只是敷衍了事。婚礼进行一半，新郎的前女友叶远安不请自来，本以为赵兰芝会给他一个解释，不料赵兰芝却下了逐客令，郡主更是不好惹。今天是我的婚礼，你要是敢撒野，我就让你死在这里。叶远安只好转身离开。夜里赵兰芝醉醺醺地来到洞房，郡主邀请他来一局成年人的游戏，却被一口拒绝。可入不了洞府，当不了夫爵，你想怎么样？我不碰你，你也别碰我。说完倒头就睡。另一边叶远安来到山上发泄情绪，穆洛怕他想不开，对他形影不离。这时陈天书也跟着过来凑热闹。赵兰芝成亲，你们也成亲，他们俩过得好，你们俩过得比他还好，真是幸福来得太突然。叶远安竟然答应嫁给穆勒。就这样，没有宾客，没有红烛，在大山的见证下，2个人简简单单的拜了天地。洞房就是这处冰冷的山洞。穆勒找来干草铺好，请叶远安休息。叶远安看了一眼狂犬症爆发，上去一口咬着穆勒的胳膊不松口。原来自己就是一个出气筒。穆勒伤心极了。我明白了，无论多失败，保证你快乐。说完跑出了山洞。这时一个女孩走过来，扑通跪在穆勒面前，说穆勒的真正身份是梭罗国的2王子，而自己是他的仆人珍珍。接着他拿出一枚蓝色彩虹糖，你铺下之后就能恢复阿依王子的记忆，但是他也会让你忘记在大唐的一切。穆勒犹豫片刻后，一狠心吞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他开始头痛欲裂，与此同时，之前的记忆随之而来。